无论摩洛族有何冤屈，你都不该以杀治杀，更不该牵连无辜之人。我不是都认罪了吗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我们有一事不明，特来询问。你明明家世显赫，为何冒险舞弊？可是受了镜湖先生的指使。我思前想后，就是让人给坑了。没错，我家世是不差，但我也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，就想争口气。 所以就来京城四处打听门路，想在科举中一鸣惊人。后来有个人找到我，说他手里有地可以高价卖给我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上了他的飞船。那杀害陈子生，也是你们商量好的？这事全怪陈子商。我们本来商量好了，抽签那晚钱货两讫，谁知道他抽到癸酉号就反悔了。我费了那么大劲。 才让他答应帮我写题，现在就差临门一脚，怎么能够前功尽弃？所以你就杀了他，抢了他的文章。我也是一时冲动。蓝大人，你能帮我向太后求求情吗？我真是一时糊涂。是那个卖题的人告诉我，计划万无一失，而且就算事情败露，主审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。 谁知道现在出事，那龟孙子影儿都没了。你口中那个卖题人，可是个俊朗的公子，是个老头，看打扮像个船夫。没想到查问这马连，还是没有镜湖先生的线索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最起码我们查到了那个卖题人。此事还得深挖下去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事要劳烦于你。考试卷轴的封条上有一处霉点，或许是舞弊案的关键线索。你可有什么办法能查出些端倪？ 不行，这太明显了。这样又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蓝大人，蓝大人，我知道了。卷轴舞弊的手法，我破了。有一些年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请看。 用糯米磨成波浆，用墨汁勾兑，
再烘烤成薄如蝉翼的一层，这样自己就看不出来什么异常。只有用手指上的薄汗，才能将糯米纸融化，摸起来有些粘稠，过后也会发霉。杨博就是靠这种方法抽到李太傅尸体的。我就知道此人有问题，走去拿人。小人知罪，小人知罪。小人家中实在是困难，这才收了邵大人的钱帮忙作弊。他说，科举那天士子们一定会闹事，一定会推我出来抽题。只要我将四季发年的卷轴抽出来就行。请蓝大人明鉴。少志，礼部的事宜暂由你和纪文主持。诸位，既然蓝侍郎已经交出了主考官印，科举还当继续进行，改由本官代表礼部抽取经科考题。是我又如何？你们根本不明白，镜湖先生为我做过什么。父母为了供我读书，不惜借了高利，却被放贷的给逼死了。而这放贷的背后之人，就是户部尚书楚方头，是镜湖先生替我搜集的证据，才将他绳之以法。此等大案，莫说是科举作弊，就算让我赴汤蹈火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承认科举舞弊是你所为？是。封条是我动的手脚，签也是我看陈子商要抽的时候暗中调的包。那签筒里面都是癸酉钱，他自然一抽就中啊。那世子推举杨博抽题，也是你提前安排好的。我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世子何选仰慕先生主动请缨，他通过拆解纸盒上的诗，把你弄出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促成让杨博来抽题的局面了。定是他跟蓝侍郎串通舞弊，应该把他们都抓出去严惩。我看有鬼的就是他，把他轰出去！轰出去！怪不得每次都是他带头闹事。少志，事到如今，镜湖先生已经罪无可逃，只要你肯说出他的下落，或许我可以替你求情，从轻发落。蓝大人，先生的行踪，岂是我等凡人能知晓的？你还真以为他是个神仙？那是自然。凡事，我只要在镜湖边放一只纸鹤，先生就会送来锦囊妙计。连破两案还是没有线索，镜湖先生竟能滴水不漏。他为了收买少志，竟大费周章地除去了户部尚书楚方同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的确，如果只是为了对付马连和陈子商的话，直接拿着陈子商的底稿去检举便是，何须如此？还有一人也因此案受到了刑罚。您是说，陶大人？他只是负责审理案子的局外人。真的是局外人吗？那为何卖题的人再三向马连保证，计划万无一失，就算事情败露，主审官也会站在我这一边。如此说法，倒像是早就确定了这主审官一定是陶朱峰。对了，楚方同被革职后，4位考官空出1位，而6部主官之中，治事的治事，革职的革职，唯有刑部尚书窦方可替代楚方同。所以说，一旦案发，刑部避嫌不能调查此事，这案子的审理权就落在了陶大人头上。马连是国舅的乘龙快婿，陶周峰不敢开罪太后，定会包庇他。科举首日天降之贺，余言诗中暗含考题，以得定国。写题之人直指高官柳太傅，以此引发世子对朝廷的不满。而后，马连被无罪释放之后，镜湖先生又设计了鬼笔筒的事，想必是煽动世子们闹事，以逼迫朝廷彻查，好揭露陶周峰的包庇之举。看来，我们也被镜湖先生算计在内了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对付陶大人？难道陶大人也跟20年前摩洛村案有关？那是他在京任大理寺丞，从未去过南京。或许有什么线索被我们遗漏了。
这是上次莫文拿来的摩洛村天谴案的卷宗，还留在我这儿。可有什么线索？还是没有新线索。不如找陶大人问个明白。莫文今天一早已经审过他，他如铁板一块，什么都不肯说，只等着受刑。那怎么办？若陶大人死了，再想找到镜湖先生就更难了。大理寺丞，陶州封印。这个复合人的印章是陶大人的，当年母罗村案竟然是他复合的。我们终于找到了新的突破口，可以化被动为主动。什么意思？既然是复仇，镜湖先生无非就是要陶州封一死。只要我们向圣上说说始末，求圣上免去陶州封的死罪，是否就可以让镜湖先生再次出手了？张平，好久不见。你就是镜湖先生。你的朋友睡得很香，像个不谙世事的婴儿，已经没有任何防备了。我可以不过去，但你要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你刚才说好久不见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也是摩洛族人吗？你只需知道，我确实为摩洛族而来。20年前，究竟发生过什么？前尘旧事过于沉重，待我计划达成，你定会明白个中因果。你这承认了，之前的案子都是你做的。告诉2匹将引起天传说的人，还有高价收购凤凰头的人，都是你。是。杀死玄机的杀手也是你派去的。不错。你复仇便复仇，为何绕这么大一圈子？直接杀了他们，岂不无趣？所以，他们当年灭村时犯下什么罪行，你便让他们重蹈覆辙，死于同样的罪。2匹将制造了毒药，你便让他死于毒药献祭。常威做了孔明灯，你就诱使他再做了一颗，去偷凤凰头，并因此而死。想必玄机也是如此。当年他为讨好太后，作恶灭村，如今又引他替太后栽赃柳太傅，最后落了个惨死的下场。我只不过是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了陶大人？就是因为他当年也复合了卷宗。我破例见你，便是想告诉你，不要再干涉我的计划，更不要妄想救出陶州封。无论摩洛族有何冤屈，你都不该以杀治杀，更不该牵连无辜之人。难道昨晚是场梦？我昨晚做了个梦，梦见我们都金榜题名了。这圣上啊，
还让我们进宫做官呢。陈冲，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什么动静？我昨晚睡得可好了，要不是今天要出摊的话，我还想回去睡个回笼觉呢。不过张兄，你至于吗？现在睡个觉都得搂着本书。木叶生，第50回。陈冲，这字迹怎么这么像陶大人的？的确就是陶大人的字迹啊。难道陶大人就是木叶生？木叶生真的在大理寺当过差吗？他的真名叫什么？现在在何处啊？你说的是那个写《奇诡夜谈》的？对，民间话本而已，都是胡乱编造罢了。本官从未听说大理寺有这号人。这不就是木叶生研究疑难怪案的地方吗？和书中写的一模一样。这一切肯定不是杜撰的。20年前，木叶生一定就在大理寺当差。不可能，陶大人怎么可能是木叶生？木叶生能写出唐瑞人人关系真相，黑暗便无处可藏。而陶大人一直断的是糊涂案，甚至掩盖真相，包庇凶手。还有啊，这书稿也很是离奇，这书中之人怎么也像是中了血雾毒药而亡呢？还有《奇诡夜谈》只有49回，还未写完，木叶生就封笔了，怎么会有50回？我明白了，难道镜湖先生是想告诉你，所有真相都隐藏在这本未见天日的手稿里？不行，我要找陶大人。哎，可是陶大人已经被关进刑狱司了，朝廷重犯，禁止探视。那就找栾大人帮忙。我和莫文打过招呼，但时间紧张，得想办法，快点焖出东西来。陶思清，这《奇诡夜谈》第50回，您看过吗？这书中讲的是京城一桩命案。惠安堂一夜之间血雾弥漫，全家9口浑身僵硬，瞬息而亡。而这书中的主角，大理寺丞木叶生，连夜调查，发现这血雾是一种毒药，由宫中的一位太医研制而成。木叶生正待追查，可故事却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蓝侍郎跟我扯什么话本子？这书是您写的，您就是木叶生，对吧？数月前，二皮将以血雾毒药连杀数人，您也亲历其中。这刑部结案的卷宗，想必您也见过。这作案的手法跟您书中写的一模一样。陶思清，当年您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，才没将这话本继续写完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你们走吧。摩罗村一案背后的凶手究竟是何人？竟令陶思清如此害怕，连只言片语都不敢吐露。我都快死了，你们为何还要穷追不舍？蓝大人不必再问了，他不可能是木叶生。这画本子，说不定是镜湖先生的诡计。
是他模仿陶大人的笔记伪造的。张平，难道不是吗？你也看到了，陶大人是个胆小怕事、欺软怕硬的庸官，遇到事情只知道和稀泥。而穆医生那么嫉恶如仇，他们哪里像啊？我自幼看穆医生的画本长大，一直以来视他为毕生追寻的榜样。来京城之前，我随师父游历四方，去过他书中写的各个地方，还将书中不实的推论都一一列举了出来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进大理寺和穆业生当面对谈。但如果穆业生只是一个在书中编织谎言之人，我宁可从未看过他的书。什么倘若人人关心真相，黑夜便无处可藏，真是可笑。张平，第42回，木下还魂。我都记不得这一回，木叶生被困墓中是如何逃出升天的了。或许曾经的木叶生会想尽办法百折不挠，而如今的陶周凤早已锐气全失。好吧，窝囊了20年，今晚便再做一回木叶生。20年前，我还是大理寺丞，负责审核地方提交的卷宗。某日，我收到一份岭南道的加急卷宗，上面说我朝与南洞国边界有个摩罗村，所有村民一夜之间定身而亡，全身灰白开裂，肌肤僵硬。当地官府前去调查，却毫无线索。只听附近村民说，当晚有天降血雾的异象，而这个村落崇尚巫术，疑似遭了天谴。我当即便联想到了京城刚发生的惠安堂灭门案。惠安堂，那不是二皮匠报复的望人郎中一家吗？不错，2个案子中死者的死法一模一样。我当时觉得这2桩案子或有某种关联，便又重查惠安堂灭门案。在案发现场角落之中，搜出了一个太医术专用的药瓶，瓶中残留的红色粉末有剧毒，我猜惠安堂的人就是中了这种毒身亡。难道二皮匠曾经也是太医？我拿着药瓶去到太医署调查，得知一名专擅制毒的太医在摩罗村被灭之后便离奇失踪了。再一路追查下去，我发现他曾在摩罗村惨案发生之前，和司天监监正玄机、工部营造司常威一同离京了一段时间。有官员在驿站附近看到这3人同行南下。常威也有官职，玄机不是说他们是从民间招来的奇人吗？还有更古怪的，我又去查常威，发现他也在摩罗村一案后失踪了。我怀疑参与此事的人，除了玄机之外，都遭到了灭口。倘若二皮匠出自太医署，
常尉出自公仆，那屠村便不是旋即一个周金科首领能调度的了。你同我当时想的一样，察觉出这背后牵连甚大。我本该及时停手的，可我还是没忍住，又继续查了下去。果然，发现了更深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二皮匠当年不仅是太医，更是太后身边的红人，专替太后研制各式毒药。那时太后地位尚不稳固，为了把持朝政，经常毒杀忤逆她的宫人，甚至是朝中大臣。太后，你们猜得不错，摩罗村一案很可能是出自太后的手艺。陶州峰包庇杀人舞弊的真凶，法理难容，但却能死里逃生，也引得士子们群情激愤，现在又跪在皇城外不肯走。坊间百姓已议论纷纷，以为这包庇是我们朝廷在背后授意。皇儿既体察民意，便不应改判，如此方能为朝廷正名。可是母后，那日在朝堂上，这些话不都是你说的吗？哼，皇儿也无需担心，毕竟你尚未亲政，有什么旨意下错了，哀家自然会帮你修正。谢母后教诲。这就是您当年封笔的原因。我何尝不想打抱不平，揭露所有真相？但从我知道这个秘密时起，便再也做不成嫉恶如仇的女生了。皮肤岂能含书？那可是太后啊！我做不到，你，蓝侍郎，都做不到。可想，镜湖先生记恨您，便是因为您当年知而不报了。此事过去20年了，我原以为当年那些人早就被太后灭口，直至前些日子二皮匠重新出现，连杀数人，太后还有意无意的在朝堂上问起，我才意识到事情还没结束。后来，凤凰头、失窃、旋即暴毙，这桩桩件件，都是冲着当年屠村的参与者而来。我心中便存了警惕。镜湖先生早已摸清了我的弱点，手段之狠，心机之深，陶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可像我这20年里担惊受怕，苟且偷安，最终还是难逃一死，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意义？陶大人，你不会死，我没结下圣上，求了情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有些事是逃不掉的。想必这七鬼夜谈里的第50回，太后也已经知晓了。
张平，当初我见你痴迷查案，性情刚直，像极了当年的我。可现实如此，换做你是我，会怎么办？应西公公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亲自过来？杀我的人来了，你们快走吧。可是，刚才那个问题，我没有找到答案。希望你能找到。走吧，再不走，莫文会被牵连。公公，您辛苦。这老奴呢，还有几句话想私下说与陶思清，还请王侍郎暂且回避。啊，公公请便。王侍郎，回避。好。公公深夜前来，可是太后有何旨意？毒酒穿肠，匕首追心。这太后啊，念你为朝廷效力30余年，恩赏您留个全尸。明天一早啊，京城百姓便可知晓，您包庇侵犯，自感愧对朝廷，在狱中自尽了。老臣谢太后恩典。